来咯，见证奇迹的时刻来啦！还蛮帅的耶，是随便生成就随便好看吗？那我们再生成一个女生看看。我觉得也算美女耶，可以点这个人物啊，去随机一套服装，随便搭配随便好看耶，甚至我的室友，我也觉得他们是不是都好看不少了？连个酒保都可以这么帅，可以跟你要电话吗？嘿嘿。苏苏，大家好，我是丫丫。其实啊，企划这一期应该已经想了1年多了。我知道大家现在最头痛的就是路人 NPC 到底要怎么样变得更好看，颜值更高。其实玩模拟市民这么多年，我也是不断的测试各种的方法，然后找看有没有有效的模组去可以解决这个路人的各种失控。像是譬如你在路上可能会看到这种不是很迷人的路人啊，或者是总是喜欢乱穿衣服、乱佩戴配饰啊，然后硬要把拍照的什么草莓放在手上，各种情况发生。有些部分其实非常好解决，但有些部分真的就比较麻烦。就在我尝试真的很多的模组之后，我怎么测试我都觉得怎么好像都没有达到我心中想要的效果，所以我就决定好，那我就来做我自己的模组。然后我原本以为可能2-3天就搞定，结果没有，你知道吗？我现在真的做了快1个礼拜，超夸张啊！因为你要不断的测试啊，去筛选五官预设啊，你去找到那个你想要修改的那个，真的是超级难分辨的缩图，我看到眼都快瞎了。接着你进去游戏，你还会遇到 bug 这个鼻子到底是怎么了？于是就在解 bug 无血群王当中开游戏、关游戏、再开游戏、再关游戏，一波疯狂的操作之后，朋友们，终于它来了，我的自制模组，更好看的路人生成管理器，它诞生了。我只能说，美这东西其实非常主观，我不能保证产生出来的绝对100%都是绝对帅哥、绝对美。可我目前测试下来，我觉得感觉成功几率高达70%到80%，真的。很多 NPC 你跟以前比较，你真的会觉得哇，现在 NPC 你真的好想跟他们谈恋爱。所以呢，今天的内容非常的重要，每一个部分千万都不要漏掉。我会带大家一步一步从头开始改造，建议大家呢每一个步骤都要跟着做，这样子才能发挥这个模组最大的效果。不过呢，大家如果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欢迎在下方留言。那我们就先从管理耶的头发开始说起吧。虽然我知道有很多朋友会用 MC 的黑名单白名单的方式来剔除你不喜欢的发型啊，但是现在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就是这一个无随机化 NPC 奇怪发型的模组。安装这个模组之后，它就可以去防止自动生成 NPC 不会使用他们不适合的头发。然后你来到这个下载页面，总共你会看到这2种的档案，你只能挑一个安装。懒人包的话呢，我就推荐你直接安装这个 merge 的，就是合并档，它就会把你所有这一个清单里面的发型全部都禁止路人随机的去使用它。你看我现在这个所有的清单啊，都是我筛选过，这些发型我觉得很看人，就是它不是那么大众化适合每一个人的头发。然后如果你看到 download 这个，你可以不用管它，反正它就只是一个备用下载点而已。不过这些禁用呢，只是影响未来生成 NPC 的头发，它不会去改变旧有的 NPC， 所以你不用太担心。譬如说你看到这个加乐的头发，它有在这个清单里面，可是你世界里面的那个加乐，就是你生成本来就有的那个维托加乐，它的头发不会被换掉，只是它会影响未来生成路人，它就不会用一样的发型，我们就不用担心这世界有第2个冒牌的加乐出现。但如果你发现你装了这个模组之后呢，怎么这世界上还是有这个头发出现，那就是以前生成的路人。当然如果你跟我说丫丫你好像太严格了，这些禁用的发型我觉得其实有些还好，路人可以用也没关系，那我就建议你不要装这个 merge 的版本，你改去下载这个 separate 分开的这个版本。下载之后你解压缩，你会看到我分成3个的资料夹，大人、儿童、幼儿，然后你一样对照这个表格去把你想要留下来的发型去删除。譬如说我想要加了这一颗头
头嘛，那我们就复制这个档名，接下来你去你刚刚下载这个资料夹里面搜寻栏贴上这一串名字，你就可以找到那个档案。你删掉之后，系统会再次的允许未来路人如果随计划发行的时候就可以使用它了。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当你安装好模组之后来到 CAS 里面，你会发现你禁用的那些发型没有在这里。很简单，你就把男性或女性的这个标签移除，它就可以正常的显示了。第二部分就是要来优化五官了，这也是这一期影片里面最重要的部分。之前我有在 CAS 模组影片当中曾经介绍过，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这个模组。其实这个模组我虽然之前很喜欢，可是我觉得用完之后我发现好像可以有更好的空间，所以呢我就自己重新制作全新的模组，希望可以更贴近我心目中想要的那个效果。不过一样，我跟它的模组会起冲突，你只能选一个装。如果你要装我的模组，首先你来到我的 Patreon 下载的页面，你会看到5个档案， Required 是必备的档案，这个是主题档案，你一定要装。主要是我有筛选耶的一些五官预设啊，包含眉毛啊、眼睛、鼻子、嘴巴、下巴、下颚等等的。那你安装这个档案之后呢，就可以防止未来生成的 NPC 它不会去使用那些不适合他们的五官预设。总而言之呢，就是你装这个档案就可以让你未来的路人的五官更好看的。那另外这4个档案呢，有减少胡子的啊，没有手毛的，没有胸毛、背毛或是没有脚毛，你就依照你的需求去安装就好了。但我自己是建议通通安装啊，因为这样子一来呢，世界里面的 NPC 你就不会看到什么胡须章在路上走来走去，或者是这种毛手毛脚，这长胸毛我真的没办法接受。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这个模组同样它不会去影响你的基因学，意思就是呢，亚历山大长大还是变这样，菊地长大还是这么大只，这部分还是要特别感谢喵，我有帮忙提醒测试。对，因为长大的这个部分它其实是跟父母的基因相关的，就不在这个模组的影响范围当中。接下来我们就要来优化肤色啦。先说我制作这个模组的目的不是针对任何特定的种族，我也没有任何的歧视或嘲笑，就希望大家可以理解还有尊重这一点。首先来到我的下载页面，你会看到这3个版本的肤色可以选择，这是从原本 EA 的135种肤色当中，第一款有75种，第二款有60种，第3款有43种，3个版本你只能安装1款。那你到底要安装哪一款？我建议你可以先从版本1来试着感受看看，如果你可以接受再慢慢换成版本2啊，最后到版本3。但我自己现在目前用的就是第3个版本。不过最重要就是你在安装这个模组之前，我建议你一定要先备份好你的存档。你在安装这个肤色模组之后呢，那所有的这个人物的皮肤它的颜色就会照着这个色板去呈现了。所以假设你今天用了第3个版本，你发现原本这个拉虎有这么白吗？他妈妈市长有这么白吗？如果你很在意 EA 原生 NPC 的肤色应该有自己原本肤色的话，很简单，你可以直接进 CAS 里面，你把它的肤色调整回来就可以了。或者是呢，我建议你可以直接使用版本1的话，我有去避开所有原生 NPC 的肤色，所以这部分就看你自己的取舍。但记得如果你觉得我不想要这个版本化，不要存档，我们就直接退出游戏，然后去把这一个模组改成你想要的版本就好了。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你在安装之后进游戏发现为什么我的人物缩图皮肤全部黑了，然后你去管理世界的家庭清单，你会发现某些家庭的皮肤也是黑的，不用怕，只是因为这个缩图来不及换而已。其实你进游戏里面呢，他们的肤色还是会自动的去调整成其他肤色，其实你不用太在意这一点，你玩过一阵子，大概你世界中 NPC 所有的缩图就会慢慢的回来。但如果你真的很在意，我现在立马就要看到缩图是正常的，没关系，你就点进这个家庭，然后等它自动换好皮肤之后呢，或是你要自己手动帮它调整都可以，你就按 OK 退出就可以了。基本上这些小的缺点我觉得还是没有办法取代这个肤色管理器模组，真的很好用，非常推荐它。
体型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你是可以去挑选特定你想要禁用它随机出现的体型。不过一样，这个模组呢会跟我之前介绍过的 Simply and Juta 更好的 CAS 预设筛选模组冲突，你一样两个只能选一个装。然后如果你来到这个模组下载页面，有看到男生体型、女生体型，你就有两个都下载并且解压缩，你会得到这些档案。你名称点一下重新排列， YM 开头就是男生的意思， YF 就是女生，然后你去对照这一个体型的表格，把你想要的体型删除，记得是把你要的体型删掉档案，一定要去挑，你不要就是一股脑的什么都不删，你直接把它丢到你的 mod 资料夹里，我就可能你的游戏会打开。所以记得把你要的体型删除，把你不要的体型留在模组的资料夹当中就可以了。接下来要讲的是时尚管理器，也就是管理小人的衣服，真的超级好用，本期必推，推到爆炸。因为其实这类模组蛮多，而且我也尝试过不少。不过我用下来了，我的心头好就是这个作者，他的品味真的很好。我发现我装这个模组之后呢，大概1年吧，我已经使用1年了。我的心得就是路人的时尚真的是绝。你看我随机出现这个街上的路人，随便伸出一个，好看这米色外套配牛仔裤平底鞋，看起来真的很优雅。再伸一个看看，我觉得它这项链也搭配得很好看。其他安装的方式非常的特别。首先你需要有 MC 控制指挥中心，可以来到 MC 的网站下载最新版本，然后一律建议你解压缩到个别的资料夹，接着你就会生出这两个的资料夹，一个是主体的档案，另外一个是黑秀的模块。你确定一下就分别点进去，好，它没有任何子资料夹，并且有包含了这些的档案。接着你检查完毕之后，然后你去这一个时尚管理器模组的作者下载页面，点击 download， 然后解压缩之后，把这个 mctracer.cfg 的档案放进去你刚刚下载那个 MC 的资料夹当中。接着你把 MC 这两个资料夹放进你的模组资料夹，那我们就安装完成了。这边小小提醒一下，如果你之后有要更新 MC 啊，然后你记得就是要把这个档案复制起来，到时候你更新到新的 MC 你再贴回去就好了。然后讲到这个题外话讲一下，因为还蛮多朋友问说我每次更新 MC 啊，我那个设定都要重设定，非常的麻烦。其实很简单，你就只要把这个叫做 MC setting 的这个 CFG 的档案一起复制到你新的 MC 的模组资料夹当中就可以了，你就不用重新再设定了。另外如果你有看到这个 Tuner 的这个 CFG 的档案一样，就是复制过去。总之你可以把资料夹所有的 CFG 格式的档案复制到新版本的 MC， 你就通通都不用重新再设定了。好，我离题了。接下来还有一个步骤要做，就是我们要进去游戏设定它。我们随便找到一台电脑，点击 MC 指挥中心，梳妆模块，装扮指令，选择只使用储存装扮去启用它，然后上一页回到梳妆模块，这边有一个执行检测的年龄阶段，记得要点选幼儿、儿童跟青少年。接着你回到 MC 的主选单，点选人口模块，移居设定，执行梳妆检测，把它启用。好啦，完成了。这样子呢，你未来生成的路人他们的衣服服装就会穿得非常好看了。这个作者真的很强你知道他竟然搭配多达1万套的衣服，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反正呢你用过之后你就觉得他的搭配品味真的很好。可是你如果没有全部资料片的话有可能会有一些人物会没有穿裤子啊衣服什么的。很简单，你就点击这个人物 MC 梳妆模块装扮指令，有一个随机选择储存的装扮，它就会再随机一套好看的其他服装了。这个棕色毛衣配格子裤我觉得也很好看。总之呢，我觉得它其实还有很多好用的地方，就譬如不是我们有时候会懒得帮我们的主控小人换衣服，可是每次看他这套衣服就有点腻嘛，那一样就可以用这个方法，点它，然后 MC 梳妆模块装扮指令，随机选择储存装扮，你就可以每天帮他刷不同的衣服。有没有这种俏皮运动风啊，文艺莫兰迪风啊，我觉得这样换衣服真的超级方便。但如果你发现你的人物是有装甲
睫毛，跟它配好的饰品有冲突的话很简单，你一样可以用 MC 这个 MC 梳妆模块移除所有的配饰，它就会把你身上的饰品通通拿掉。可是呢，我要说的是，你安装这个模组之后，你可能会发现某一些特定的场所这个人物还是穿得很奇怪然后你想说我要用刚刚那方法让它随机一套，不行，选项不见了。其实就代表这个模拟市民他目前穿的叫做 EA 的情境衣服。什么是情境衣服呢？就是像譬如说你去3米书诺，你看到有一些戴头套裤袜反正就很奇怪的人走来走去，什么宅宅会场会看到 cosplay 这些特殊情境的衣服。如果你想要避免它的话你就必须要再去下载小蜜蜂的这一个模组，你去搜寻 Situation Outfits Begun， 然后下载解压缩之后 Best 的这个档案是你一定要安装的。接下来你就可以看你的需求去安装。你如果想要避免这个山米舒诺这种戴头套的装扮，你就去抓 Weirdos 这个怪人的这个档案放进去你的模组资料夹就不会再出现。这部分就看你的需求。好啦，我们从头到尾讲完了头发、五官、肤色、体型、服装，最后一个部分也是千万不能漏掉，就是随机搭配这种奇怪配饰跟化妆品。这个真的很重要就是不然你五官再怎么好看，他突然给你在 case 里面给他乱带一个配饰，画一个大浓妆，你真的就前功尽弃了。那这个模组我之前有在 case BV 模组影片中有介绍过，有3个，你挑一个安装就好。有 Northern Siberia Winds 的 case 控制器 V1、V2 还有 Simply & Juta 的无化妆品配饰模组。记得这3个模组它们都有包含相同的功能，就是禁止随机配饰还有化妆品，你只能挑一个安装。接下来我还要介绍最后最重要的一步，真的很重要，超级重要，就是我们刚刚介绍那些其实都只是去管理 EA 本身的这些头发、五官什么的。可是呢，如果我们没有控制好我们庞大的模组资料夹，这些 CC 化妆品、衣服、CC 头发，这些路人还是会乱用，突然戴个桃红色的头发你的脸都毁掉了。而且呢，当你如果想要删除这些 CC 的时候，路上也不怕会有那种光头小人、不穿衣服的小人走来走去。然后我觉得禁用 CC 还有一个很大好处，就是其实是可以帮助你画面运行的更顺畅。所以我今天要来教大家如何快速的去关闭你的 CC 随机使用。方法非常的简单，你要使用 Synthful Studio， 点上面这个 Content Management， 找到 Batch Fix， 然后点 Cast， 选第一个 Disallow CC， 接着它会请你选择你要批量修复的资料夹。这个步骤非常的关键，你一定要选择资料夹，你千万就不用好然后就直接按 Run 了，不行，你一定要去选，而且你只能去选那些你放衣服或者是放化妆品或者是放头发 CC 的那些资料夹就好了。譬如说我今天有分类好，我把我这个禁止要使用的头发 CC 我就放在这个资料夹当中，这就是我要禁止使用的所有 CC， 你点到这一层就好了，然后我们就按选择资料夹，接着下面这个你可以不用动它，你就去按 Run。 跑的速度其实是决定你要修的模组的多少，如果你有一堆模组 CC 要修的话，可能就需要花一阵子。然后它加载完毕之后会显示它刚刚到底修了多少个，然后也会同时弹出一个资料夹。这个资料夹的档案呢，基本上就是它帮你先备份好，也就是还没修复以前的那些 CC 它会先帮你 backup 起来。但我自己是使用一段时间，我发现没有问题之后呢，我这个资料夹我都会去定时的去清空它，不然它大小累积起来是蛮可观的。然后我们就完成了。但是你一定要记住，你所有的覆盖档，你所有的拉杆，甚至是你的脚本模组，千万不要让它修，千万不要让它修。那大概呢，你之后看到新的 NPC 就不会乱用你的 CC， 除非你看到的是他之前已经乱传，就真的没救了。但是我有时候还是会看到这怎么还是用我的 CC， 这情况很少见，但我发现大部分都是在特殊的种族，像是吸血鬼、美人鱼、魔法师。其实我发现这个禁用好像只对人类有用，对他们好像有时候没有什么用，所以对付特殊种族你要去按另外一个禁用，
就是这个 disallow cc 有一个其他这些特殊的种族，你就都可以看你要对付哪一种种族，你就去禁用它们。不过有个小小缺点，就是我发现如果你有去禁用特殊种族的话，你自己如果玩那个种族，你的那个衣柜 case 里面是不会出现那些 cc 的。不过如果你反悔的话，你就直接在按这边有个 allow cc 去重新打开允许它就好了。然后这个工具呢还有其他可以修复的东西很多啦，真的很多，这个修复非常的强大，功能很多。可是我是建议你如果真的确定它到底在修什么，你再按就好。如果你不确定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你不要乱按。反正如果你很好奇，我这边其实也有一份清单啦，我觉得这清单是我看过里面最清楚的一个整理的，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研究一下。好啦，唠叨那么多，最后呢要来一个大家最常见的问题了，就是丫丫，为什么我还是刷不到帅哥美女的 NPC 呀？怎么刷都没有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呢，你要先确认我刚刚建议你安装的那6个模组你有没有通通都装好了。所以为求大家方便，这个档名呢你可以先截图下来去参考安装。另外我刚刚说的禁用随机 CC 你一定要禁用。假设你都装了，你禁用 CC 也禁用了，你世界中还是有看得超级不顺眼的 NPC 该怎么办？其实多半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本来就存在在你的存档里面，不是新生成，它是旧的。老话一句了，那你就只能开心的存档玩，或者是呢你就直接去清理你的人口，觉得不重要的 NPC 你去删除它，比较花时间啦。就是你可以进去管理世界家庭里面，把你没有玩过这个家庭一个一个删除，或者是你觉得不重要啊，看都没看过 NPC 删掉。但这个步骤你要做之前，记得我们一定要先另存新档，因为删了就是删了，这些人物也回不来，除非你去修复存档。还有另外一个方法，我觉得比较快，不过你必须要先检查你不要的这些 NPC 是不是大多数都是无家可归的人，就是居无定所。然后你按这个过滤之后，你发现好有一些是你要的 NPC 呢，你就记得先把它搬到随便一个地块，接着你再确定一次清单，这些居无定所都是你确定要删的。好，然后你就点击信箱 MC 有一个删除作弊指令无家可归，它就会通通帮你把那些所有清单里面的人删掉了。看到这边最后要加码一个小彩蛋啦，今天竟然还有小彩蛋，真的很小啦，不过我觉得这个可以帮助你就是生成一些好看 NPC 很好用的小工具。虽然这个模组我之前有在20个使用模组里面有教大家去开启 MC 调试作弊指令也可以办得到，但是如果你今天没有去开它的话，因为那个还要重开机有点麻烦，你今天如果不想去开又觉得有点麻烦的话，你可以去直接安装这个模组。这个模组呢就是一样像你这样可以Shift 点击地板，它可以去随机生成人物啊、动物、猫狗，它都会做好分类，非常方便你清楚的去生成了。好啦，我觉得目前这个测试效果呢，生成帅哥美女的几率我大概是70%满意啦，就至少看起来比以前更加的迷人了。那也再次感谢这一次模组测试的伙伴橘子还有喵屋，花了好长的时间帮忙测试，真的是才有今天模组的诞生。好啦，那今天这一期的分享就到这边，希望这个模组都可以帮助大家在世界中的 NPC 都可以美美的。再次感谢看完影片最后的你，如果你觉得我今天影片还不错的话，记得帮我按赞，并订阅我的频道，以及订阅朋友记得开启全部通知，才不会错过我最新的影片。那我们就下次赶快见咯，拜拜。